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4日啊！呢個星期咧發生咗兩件咧舉世矚目嘅政治事件。第一件咧就係韓國就係自44年前啦，1979年1979年咧就係朴正熙遇刺身亡。後來咧全斗煥咧喺12月12號雙12嘅時候咧就係發生咗呢個軍事政變，進行軍事獨裁。後來光州事件啦，直至到咧88年咧奧運會之後咧，韓國先能夠進入咗呢個嘅民主化。咁民主化咗大概30幾年啦，但係突然間咧就話要行翻呢個戒嚴喎，咁梗係即係引嚟國際嘅轟動啦。韓國舉國都反對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呢個戒嚴只係6小時，呢場政變咧就告終咗啦。咁今日有第二單喎，今日第二單咧就係呢個法國總統馬克龍亦都面臨住倒台喎。點解咧？因為咧香港人咧好多係搞唔清楚左同右嘅。馬克龍咧喺法國咧或者喺歐洲被視為係右派咁，但係香港人好多覺得佢係左膠嚟噶嘛，乜都話左膠噶嘛。咁咧佢係一個右派嚟嘅。點解咧？佢係當日主張係要削減福利，就係延長退休年齡。咁呢個係一個全球化啦，而家人口老化，延長退休年齡去到65歲、68歲，好多都係好普遍嘅。因為以前啲人咧就60幾歲、70歲死嘅，所以退休年齡喺60歲咧，其實你只係得幾年咧安享晚年嘅啫。但係而家好多人咧80、90歲都未死，咁所以咧如果你唔延長退休年齡咧，嗰個社會保險咧係冇辦法持續嘅，而且勞動力係不足，所以佢只係咧要求咧由60歲然後到61歲咧，法國嘅市民竟然係群起而攻之喎。出現咗好幾年嘅黃背心運動，呢個係此其一啦。咁好啦，你唔減福利啦，減福利好困難啦，咁佢就諗咗加稅啦。因為咧而家法國咧支援烏克蘭或者佢自己國內嗰個社會保險嗰啲問題都好嚴峻啦。咁所以一定係要即係解決呢個財政嘅問題。呢個叫做咧不可能三角。咩叫不可能三角咧？面對住財政危機，一係咧就加稅，OK， 一係咧就減福利，一係就發債。三樣嘢係唔可能同時間唔做嘅，一定係要一係加稅，一係就減福利，一係就發債。咁但係發債始終都要還噶，而家即係法國嘅債務都債台高築噶啦。咁所以咧最實際嘅方法咧就係削減福利或者係加稅。咁而家削減福利有困難啦，又黃背心啦，咁佢咪加稅咯。結果一加稅嘅時期咧，引嚟國內兩大政黨嘅反對喎。無論係左派係主張咧增加福利嘅咁反對呢個嘅馬克龍喎，因為馬克龍咧係主張呢個減福利嘅喎。咁而家極右派右派咧係主張咧係減稅噶嘛。咁但係咧佢而家係主張加稅喎。結果咧喺法國議會裏邊咧出現咗大比數331票對288票咧係提出不信任動議。而家馬克龍所任命嘅總理咧巴黎耶政府咧就馬上倒台啦。咁即係話咧支持馬克龍同巴黎耶嘅政府咧只係得200幾票啫喎，係遠遠不及呢個嘅反對派係多噶。咁所以佢係一個跛腳鴨政府。馬克龍咧可以做嘅只有兩個舉措啫，一係就任命一個新總理。但係如果你任命新總理咧行翻原本嘅路線，你就係冇可能係維持嘅，因為人哋已經330幾票反對咗你啦嘛，你得288票啫嘛。所以無論任命任何嘅總理咧，你都冇辦法咧係維持到呢個政府運作噶，除非組成聯合政府。你可以揾極右派就一齊咧減福利啦，或者係揾左派合作一齊咧就增加福利但係減稅喎。你只能夠係咁樣做嘅啫，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任命一個咧係其他黨派嘅人做總理你自己做總統，其他人做總理，或者任命一個中間人物做總理，然後咧就揾其他人咧係做唔同嘅部長。你只能夠咁做，或者就解散國會，提前大選。呢個就係馬克龍而家嘅做法。咁可以做嘅選項就只能夠係如此嘅啫。呢個咧說明到民主社會嘅利同弊嘅，即係佢個好處咧就係可以制衡啦即係有一啲嘅民意反彈，咁你政府咧無論總統總理咧都要考慮民意唔能夠唔一意孤行咁所以呢個好處就係咧你係要問責落台嘅，做得唔好。第二啦就係民主嘅弊端就係咧一人一把口，8人就8把口咯有啲事情咧明明係應該做嘅，譬如話延長退休，咁但係咧民間反對又有暴動，然後呢個嘅黨派咧又會可能咧又有意見要討好選民，最後咧就會各自或者咧唔能夠大幅。坦白講啦，
你延長退休年紀，延長1歲咧，冇乜影響力嘅。而家延長到66歲、68歲咧，係好合理嘅情況㗎嚇，將退休年齡延長到66歲、67歲、68歲係非常之合理嘅。但係法國咧嗰個政治環境底下咧，佢冇可能做到啊，因為咁樣做只會與民為敵喎咁所以咧民意咧就係主導咗個政府咧唔能夠為所欲為個好處，但係個好處就係咧，即係往往做出嘅決策咧都唔係一個正確嘅決策嚟就係令到個社會咧可能咧解決問題上面咧係更加困難嘅。呢個就係法國嘅問題，但係今日唔重點講法國，今日重點講咧係朝呢個韓國啊，南韓啊，點解咧？就係因為咧呢個嘅尹錫悅政府啊，佢做出嘅舉動咧係全世界都震驚喎。而家咧就係點解咁震驚咧？就係因為咧佢自己上台2年2年前喺 Covid 嘅時期上台，佢上台咧係以僅 0.7% 咧係領先，然後當選總統嘅，所以一上台咧就係一個跛腳鴨政府啦。而跛腳鴨政府咧，反對黨李在明為首嘅反對黨就不斷提出刁難否決佢嘅財政預算，大幅削減佢嘅開支，咁令到呢個嘅尹錫悅咧就發覺佢做任何嘢寸步難行喎。喺韓國咧否定呢個財政預算咧，否決財政預算咧係唔違反國家安全法㗎，唔會俾人拉㗎拉布啊、癱瘓政府啊，係唔會違反國家安全法嘅。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喺今年又出現咗呢個嘅選舉國會選舉裏邊咧，佢又再次咧係即係唔能夠成為最大黨，所以啦變成一個叫朝小野大嘅情況。咁朝小野大啦，佢就寸步難行啦，加上咧民望就不斷下跌。第一就係自己因為佢所做嘅政策大部分都通過唔到啦，所以咧結果佢上台2年咧寸步不進韓國社會。而醫護人員罷工嘅問題韓國嘅基層醫生人工非常之低，地位亦都好低成日睇嗰啲韓劇咧，知道啦，嗰啲醫生咧成日都要服侍咧呢個嘅上級噶嘛，嗰啲教授啊、院長啊，而人工又好低所以導致咧呢個韓國嘅醫護咧就大罷工。咁呢個大罷工問題一直都解決唔到，咁解決唔到導致咩問題就民怨沸騰咯。然後咧呢個嘅佢太太咧亦都出咗問題，就俾人哋發現到咧佢太太咧。碩士論文係造假嘅，有40%係抄襲。佢太太一個教授嚟嘅，一個碩士博士。結果咧就係佢論文係涉嫌抄襲。咁呢個都係個小問題嚟嘅，都幾十年前嘅事啦。雖然話政治人物誠信好緊要，咁但係咧一個最貼身嘅問題就係佢太太收受咗一個牧師送嘅一個名牌手袋 Dior， 其實16,000蚊港紙啫，300萬汪又好平嘅。咁但係咧佢冇申報就冇申報啦。喺英國施紀賢申報遲咗都受到責難，民望大跌，何況佢唔申報咧，人哋覺得佢誠信嚴重有問題噶啦。咁所以咧變成咗咧佢個民望好低。喺民望咁低嘅情況底下咧，佢亦都指責反對黨李在明係親共喎，係親朝鮮嘅，親中國嘅。因為咧尹錫悅咧就親美親日嘅。就主張咧就係站喺美日嘅角度去捍衛呢個嘅亞太嘅安全，就對抗朝鮮呢個維持台海局勢，支援烏克蘭，就係尹錫悅咧呢2年嚟咧個一貫政策。而反對黨咧李在明咧就係咩咧？佢就主張咧台灣問題係中國自己嘅內政，自己解決，韓國唔應該插手台灣問題，認為烏克蘭呢係咎由自取認為咧呢個嘅中國咧先至係韓國最大嘅利益嘅靠攏，唔係美國同日本。咁所以咧佢就係提出咗，喂，咁你咁樣即係投共啫，反對黨係咪係咪共產主義嘅勢力喺後邊咁所以咧佢就話咧國家而家好危險啦，有呢個國家咧係俾共產主義咧滲入咗，所以咧佢認為咧反對黨咧係共產黨嘅人嚟所以佢就話咧要捍衛民主如果唔係國家就滅亡噶啦，好嚴重噶啦呢度反國家嘅勢力就實行戒嚴喂，咁但係咧，你講雖然係話雖如此啫，咁但係咧戒嚴咧係總統嘅權力，咁但係一般咧就係梗係防疫嘅情況出現喪屍屍殺列島，咁你梗係戒嚴啦，又或者戰爭嘅戒嚴啦，但唔係呢個因為反對黨反對你而戒嚴啦，就係大家都不能接受嘅，咁而佢真係戒嚴可以做啲咩咧？就係啲人唔可以上街度遊行罷工示威，唔得。戒嚴咧，甚至乎國會都唔能夠開會，因為佢可以封鎖國會派軍人。報章傳媒唔能夠暢所欲言。咁但係咧，
韓國人係打翻嚟噶嘛，個民主制度由80年代甚至乎更早時期就用呢個嘅咩勇武抗爭爭取翻嚟噶嘛。咁所以韓國人咧亦都受過軍事訓練噶吓，所以你話軍隊會唔會支持你戒嚴咧？上層可能會，而且咧我哋而家所知嘅消息就係咧，啲上層就譬如話國防部部長啊、參謀總長啊，佢哋係支持戒嚴嘅，因為戒嚴對佢哋嚟講利益最大化，就透過反共、反中、反朝，然後可以擴展自己嘅權力，或者係保衛自己嘅國家啦。你點講都好啦。咁所以對上級官員嚟講咧，戒嚴咧係有利嘅。咁但係對基層嘅士兵咧，佢哋覺得戒嚴梗係冇利啦。點解啊？佢哋都要翻工噶，佢哋都要遊行示威噶。而且佢哋屋企都有資產嘅，咁你戒嚴咧，經濟肯定大跌啦，股市大跌，呢個嘅韓國嘅匯水啊，匯率亦都大跌，所以各方面大跌嘅情況底下咧，佢哋梗係唔接受嘅，而且呢個民主制度係捍衛翻嚟噶嘛，咁所以結果就係嗰啲國會議員爬牆入去開會，而嗰啲士兵咧同埋警察一開始有反對嘅，一開始有阻攔嗰啲國會議員嘅，但係結果就俾佢哋爬晒入去啦。190票全票通過，無論係在野黨定係執政黨，即係包括咧尹錫悅自己人咧都唔支持佢，190票咧全票通過，可想而知啊，呢個係佢孤注一擲嘅結果嚟。其實佢而家咧留翻喺度咧，就一定係會被彈劾落台噶啦，因為本身咧反對黨李在明要彈劾佢咧都未必通過到嘅，反對黨都未必夠2/3票數噶嘛，反對彈劾要2/3。但係而家咧執政黨啦都要求尹錫悅要退黨咯，唔好再累街坊啦吓，咁所以咧你要退黨，要求佢退黨嘅情況底下咧，咁即係代表咗執政黨都反對佢啦，咁所以佢過2/3被彈劾咧，機會係極大，就同呢個法國馬克龍總統嘅情況咧一樣啊吓，佢其實應該要係落台噶啦，應該主動辭職落台，分分鐘咧仲會被拉，即係話佢濫用職權添。因為韓國嘅總統咧係世界上第2大嘅高危職業，或者係頭2名啦，至少係自從呢個嘅李承晚以嚟啦，後來嘅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後來嘅金大中啊、金泳三啊、呢個嘅盧武鉉啊、朴槿惠等等，一係就入獄收場，一係就被殺嘅，咁所以咧都冇乜好下場嘅。咁呢個係韓國總統係世上最危險嘅工作，第2位就可能係呢個中國國防部部長，由彭德懷、林彪，最近咧習近平3任嘅國防部部長，一係就貪污，一係就權鬥，一係就即係呢啲政治鬥爭嘅原因咧下台或者死亡嘅，呢2個職位都係非常之危險。不過咧中方就大肆宣傳，話你睇下韓國都係親中嘅在野黨咧，李在明啦。棄暗投明嘅韓國唔再咧支持日本，唔再支持美國噶啦，尤其是而家 Trump 咧上台，咁所以韓國嘅在野黨咧人心所向，呢個就係中方咧今日嘅宣傳方向。而我嘅睇法咧就係說明到民主制度嘅優勢啦，唔係你為所欲為嘅，任何人咧都希望將自己嘅權力最大化。可能咧尹錫悅嗰個做法係激進嘅，佢嘅思想即使係正確，話反共係理所當然嘅。但係佢嘅做法係激進，而且咧，即係呢個民主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因為啲人民咧已經用咗幾十年打翻個民主制度翻嚟，你突然間咧推翻要軍事獨裁、戒嚴可能少則都1-2個月啦，長則可能以年計。咁啲人民嘅言論自由啊，佢哋嘅思想嘅自由啊，喂，佢哋就會受到抑制喎。韓國今天嘅成就就係因為有言論自由、有思想自由而打嚟噶嘛？你睇下啲韓劇，哇，嗰啲10之8九咧，嗰啲韓劇嗰啲壞人咧，都係啲總統或者總統候選人，或者係政黨嘅黨魁嚟嘅，全部啲大陰謀家咧都係佢哋嘅，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創作空間、創作自由，先可以寫出咁多好嘅睇嘅劇集同埋電影啊嘛。魷魚遊戲對整個韓國嘅資本主義制度、官商勾結嗰個社會結構嗰種諷刺，呢個下流上流寄生族就係同樣嘅題材。咁呢啲喺其他社會咧寫唔出嚟嘅嘢嚟喎。咁所以韓國人咧係用佢哋嘅身體、用佢哋嘅血去抵擋住呢啲嘅軍事獨裁。所以一話戒嚴啊，如果俾其他社會有啲人咧翻屋企聽政府話啦，信政府啦，佢唔係喎，啲人民咧走上去國會度保護反對黨嘅人去入去開會。而嗰啲軍人咧行出嚟咧，係同
記者同埋人民去道歉。咁呢啲咪就係即係人民嘅力量咯，係咪啊？而唔係動輒就話啲人違反國家安全去拉晒啲人。因為以前80年代就會啦，光州事件，學生上街，啲軍人就話：你違反國家安全，係咪啊？煽動顛覆引起人哋對政府嘅憎恨，然後就拉晒人哋，嗰啲咪叫軍事獨裁咯，嗰啲咪叫極權社會咯。韓國人而家就示範咗一次逆權大狀、逆權司機逆權公民。喂，嗰啲電影咧拍嘅嘢咧係全部血淋淋嘅歷史事實121首爾之春呢啲電影全部都係講呢啲嘢。咁所以韓國人咧就係將嗰套民主制度、民主嘅精神咧刻入咗骨髓。所以你任何人意圖推翻，就會受到社會嘅抵制唔能夠咧係俾你為所欲為。不過話說回來，民主制度的確唔係一個好嘅制度，但係咧好似丘吉爾咁講，佢只係一個最不壞嘅制度。最不壞嘅制度係咩意思咧？佢係最不壞嘅制度就係佢係有好多弊端，效率好低好似法國咁馬克龍總統咁，任何政治改革咧都係寸步難行嘅。但係佢就能夠防止獨裁，防止全斗煥，防止盧泰愚呢啲人咧捲土重來。我哋唔知道尹錫悅係咪想做全斗煥、盧武鉉唔係盧武鉉，全斗煥同盧泰愚，定係純粹想反共？但無論如何咧，唔好用偉大、正義、正確嘅藉口去做一啲瘋狂嘅行為。呢個就民主制度咧可以防範嘅東西。不過而家最後我俾個建議佢啦，係咪？佢而家呢一刻咧就應該搭飛機就去日本去美國然後喺當地咧宣布辭職，然後流亡嘅。咁否則嘅話咧，即係以往嗰個韓國總統咧自殺嘅自殺，被刺嘅刺，被刺入獄嘅就入獄，都好可悲、好危險嘅。因為權力咧亦都係即係令人哋腐朽啦。韓國亦都係有一個金權政治嘅問題、財閥壟斷嘅問題呢一啲咧亦都唔係一下子可以解決到嘅。咁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我琴日其實已經咧一發生咗你嘅政變，已經準備一拍片嘅，但係後來我覺得錄咗1-2次之後就發覺呢件事應該可能好幾個鐘頭咧有一個好大嘅重點變化，所以後來都放棄咗，再等多幾個鐘頭，結果越等咧變化越大呢個都係始料不及嘅。咁希望大家支持啦，拜拜。